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鹏，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宋代才女。那一讲到宋代才女，我们就要先讲到一首大家非常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一首词，那就是《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那讲起李清照，她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女。那她的作品非常的脍炙人口，而且每一首词都非常的能够道尽女人的心情。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是，李清照最喜欢的不是吟诗作对，不是作诗作词，而是什么呢？那就是赌博。说起来不知道会不会跌破大家眼镜。那当然我们要问他有多爱赌呢？他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打马图序》，那他有特别提到说，我非常的喜欢赌博啊，余性喜赌，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凡是任何能够称得上是赌博的游戏，我都非常喜欢玩，而且会昼夜每忘寝食，就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啊！而且他爱赌到什么地步？你真的会觉得非常夸张。靖难之役哦，他逃难的过程中，他有特别提到了说，他尽散博具，把那些赌博的东西通通都丢光了。但是呢，在沿途逃难，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心中仍然念念不忘，非要赌不可。哇，你看，喜欢赌博赌到这种地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李清照赌的实在是太夸张了？那当然，大家会好奇的是，那李清照喜欢赌什么游戏呢？他喜欢赌一种叫做打马的游戏。各位看看这个打马的这个形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非常的熟悉？没有错，那就是现在麻将的前身，有没有？分为4个方向，有没有？只不过它的游戏规则不太一样，它是有所谓的掷骰行棋。那掷骰的过程中，谁先能够让自己的棋到对面去，谁就先获胜。那因为这个东西不完全只是靠运气，它还必须运用机智、运用巧思，甚至运用技巧，让对手俯首称臣。所以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引来旁边的人一起下赌金。那据说李清照逢赌必赢啊！那这个逢赌必赢，你有没有觉得就像是宋代的女赌神一般？所以呢，在这个赌博史呢，大家都把它称之为赌博的女祖师爷啊，所以有一个古今女史就有提到说，这个李清照真的是赌博的女祖师哈。好，那尤其是李清照多爱赌呢，她有特别提到说，她呢，每一次呢，都非常的喜欢打马。那重点是她的打马呢，的一个技巧，如何赌赢呢？那就是一个字精而已，也就是说，他赌博赌得非常的专精。那这样的一个赌博的诀窍，其实也不难理解。那因为他赌博时非常专注，而且他能够察言观色，耳听四面，眼看八方，所以他完全能够察觉对手的表情、语言、动作，还有下意识的反应。所以他能够见微知著，把对手的心理摸捉个清楚，然后来好好的运筹帷幄，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赌博的情况下，他就当然能够逢赌必赢嘛。所以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说，会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想想是没有错。如果我们能够在赌博的时候，把所有的资讯跟线索都能够掌握，谁能够
谁会打输，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打线上麻将或线上象棋，那线上呢只能去推测对方下的棋步或者拥有的棋子，可是如果是面对面在打麻将的时候呢，那李清照更能够察觉对方的一些透露的身体资讯，而且他喜欢赌博，还赌到什么地步呢？把他针砭直视。你看哦，他还用说大字尧舜之人，那桀纣之恶，小字直斗其神，精角伏其，皆真至理，则何也？妙而已。也就是说，赌博之妙啊，可以运用在万事万物，甚至是治理国家之上。哇，把赌博的好处说的这么样的一个高到这种程度，你有没有觉得李清照实在太爱赌了？有没有？好，那当然我们就要问说哈，李清照为什么如此爱赌呢？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李清照的生活背景，他的一个生活的宋代就是喜欢赌博。那据说宋代的君臣从上到下都喜欢赌博，甚至徽钦二宗他们在逃难的时候，据说他们逃到一半，突然大惊失色，然后张皇失措啊。那旁边的人啊，那些侍从就觉得说，皇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结果徽钦二宗告诉他们说，哎呀，我赌博的象棋忘了带。各位，赌博赌到那个逃难都还念念不忘，还因为没有带到赌具，没有办法消遣娱乐而觉得难过，你不会觉得这太夸张了吗？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宋代的风气真的非常的喜欢赌博。好，那我们就要顺便讲到这个打马的前身麻将，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好奇说，这个麻将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我们现在过年期间都会来小赌怡情，打个麻将，摸个几圈，对不对？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麻将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呢，有一种说法我是觉得最有趣的这个有趣的说法就是来自于梁山伯108条好汉。怎么说呢？据说明代有个人叫做万秉条，那这个万秉条呢，偶然读到了《水浒传》的故事，然后对这个108条好汉的事迹非常的崇拜，所以他就决心要创造一种游戏，来把这108条好汉的事迹把它融入进去，所以他就开始去想办法用巧思来进行设计。那先是把自己的名字把它分门别类，有分为饼子啦、腕子啦、条子。然后呢，再设计出108张牌，那象征是108条好汉。那同时也设计了东南西北风。那这个东南西北风就象征着说，108条好汉来自四面八方，同时也有中发白。那中说的就是中产阶级，那发说的就是大户人家，那白呢就是一穷二白的贫苦人家。所以这样一个中发白说的就是说，哎呀，108条好汉都是来自那个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而且不止如此哦。他还试图把人物弄进去，像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的最左边下面有个史进。九纹龙史进，各位你应该就可以猜得出来，它代表的是九所。那另外还有双边呼延灼，那这个呼延灼因为是双边嘛，所以也可以想见得到，它就被设计成二所所以各位这样的一个游戏创造出来之后呢，大受欢迎，开始在市井小民之中流传。那大家都会吆喝来啊来啊来玩一玩啊！好，结果呢弄着弄着，居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游戏。那后来呢，还一度改名为马吊牌那你看看这个一个图案，还有它的设计，还有它的一个形式，是不是跟现在我们的纸麻将也有几分相似，对不对？好。那不过呢，讲完了麻将的由来之后呢，我们同样要回到李清照。
那李清照呢，她的好赌已经让人瞠目结舌，跟她女词人的形象完全不相合了。不过呢，她还有2项特殊的癖好，也让人家觉得啧啧称奇。那一个就是她好酒，一个就是她好色。我们先来讲讲她如何好酒好了哈。那李清照非常的喜欢喝酒，跟她先生赵明诚没事这边玩赏字画的时候呢，就会喝酒，而且呢，她的喝不是只有把这个酒拿来作为生活调剂之用，甚至拿来作为文学创作的泉源。像是他的作品总共有58首，58首里面，你知道有多少跟酒有关吗？我想各位一定很难想象有28首跟酒有关，超过一半的比例，那不是代表着说他非常的喜欢喝酒，喝到变成无酒不欢吗？那当然这样子讲好像有点虚幻。我们来看看他在作品之中是如何描述他好酒好了哈。第一个《如梦令》，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一首词呢是在他婚前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婚前就非常喜欢喝酒。那这一首词他说了哈，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说的是他跟一群姐妹淘一起出去玩，玩着的时候呢，就顺便边玩边喝酒。那大家喝得很开心，喝到不知道天黑，然后那误入藕花深处，意思说喝到醉倒了，算了，我们就在沿途就睡了吧，也没什么关系。宋代是非常讲究女孩子的行为的哦。结果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就会跟她姐妹淘这样子在路边这样醉倒，直接呼呼大睡。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情境实在是蛮有点夸张的哈？再来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有提到说。昨日与书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讲到这个绿肥红瘦，我想各位一定会想到有许多的大陆剧，里头就有一部就是应是绿肥红瘦哈。好，不管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剧，但是呢，这一个《如梦令》这首词确实是脍炙人口的。而他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说他喝酒喝到什么地步？喝到宿醉，隔天起来还觉得自己晕滔滔的，浓睡不消残酒。这不就是摆明了他喝多了宿醉吗？好，那李清照喝酒喝到宿醉也就算了，来我们再看到他还喝到夜以继日。你看这个沁清朝漫，这边有提到哦。好，金樽岛拼了劲足，不管黄昏。劲足就是指那个蜡烛烧光了，不管黄昏，也就是说他从白天喝到。从晚上喝到白天，又从白天喝到黄昏。你说这样子喝1天1夜，还居然没事，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另外呢，念奴娇也是有提到说，他喝酒伏头酒醒。说的是他想先生，想到觉得太惆怅了，怎么办呢？就喝酒喝到自己醉茫茫的。另外呢，《诉衷情》之中则是有提到说，夜来沉醉卸妆时，意思就是说他喝酒喝到忘记卸妆了，哇，这也是蛮夸张的。还有申生曼哦，这个申生曼更夸张，他说的是说自己面对靖康之祸、战乱之时，他不是写诗写词去抒发自己家破人亡的心情，而是说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家破人亡的颠沛流离之中，我有没有酒可以喝？各位，一个女孩子喜欢喝酒喝到这种地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李清照喝酒喝到我们觉得实在是觉得太夸张了？有没有？好，那不过李清照喜欢喝酒，也许也是受到宋代文人的一个气息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先前的节目也有特别提到说，李清照小时候自幼丧母嘛，所以他都喜欢黏着他父亲，而他的父亲后来呢，常常去参加文人的聚会，那小李清照想要跟，好没办法就让他跟吧，结果呢，他就在这个文人雅士聚会的场合，学会如何赌博，也学会如何喝酒，可是这个好色，总不可能在文人雅士
士的聚会之中学到吧。好，那他怎么样的好色法呢？首先要讲的是说他呢，他的好色，除了他自己思春之外，绝大多数的好色都是展现在他的先生身上，也就是说，他的好色就是完全用在他先生身上就对了哈。好，那他是如何对他先生去展现他如何好色呢？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哈。好，那这一首《点绛唇》呢，讲的是他在婚前之前的心情。那说的是说他溜完秋千之后呢，哇，满身大汗汗水淋漓。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有客人来，这里的客人是个帅哥那他呢一看到有帅哥过来，赶紧那个害羞的就离开。可是呢，想要离开又觉得又想要多看这个帅哥一眼，可是又不好意思留下来，想看又不敢看，想留又不敢留啊，该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故意假装倚门回首，也就是靠在门边回头，然后说就是好像要嗅这个青梅，去闻闻他的香气，其实是在闻的时候偷看那个帅哥一眼。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非常的传神？就把那个年轻女孩子，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女学生喜欢看帅哥可欲拒还迎这种心情描述的淋漓尽致，有没有？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做了许多的艳词。那这里的艳词讲的就是说，他对他的先生是毫不隐瞒自己的心情。那这样的一个艳词，其实在当时颇受非议。我们知道宋代是非常讲究礼教的，所以他们在写诗、写词、写文章之时呢，都会非常的雕琢字句，不要太入骨。结果偏偏这个李清照才不管这么多，我就是喜欢写我的心情，我就是喜欢入骨，你又拿我奈何？好。当然，大家会好奇李清照写这个词是多么的入骨，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好，来看看他这首《采桑子》。那这首《采桑子》呢，就是有提到说他晚来一阵风间雨，洗尽阳光，说的就是晚上呢，他就好好的洗了个澡，结果洗完澡之后呢，却对菱花淡淡妆，意思就他就是坐在梳妆台前画一个淡妆，然后呢披上薄纱，然后呢抹上这个护肤乳液，然后呢笑语弹郎，就是笑着对他先生讲说：“哎呀，今天的席子应该会很凉啊。”意思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如果躺在这个席子上干嘛的话，会不会着凉呢？各位。他不仅把自己梳妆完想要勾引先生的心情都描述在这个词作之中，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讲的实在是蛮入骨的？这不要说现代啦不要说宋代，连现代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讲起来好像实在是太过夸张，根本就有点类似像那个妻子有没有那个梳妆打扮好，已经洗好澡之后穿上薄纱，然后跳起艳舞，然后去勾引先生的感觉，有没有？结果在宋代的时候，李清照就这么干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李清照还蛮大胆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看。他除了相思入骨之外呢，他在许多的作品也毫不掩饰自己想丈夫的心情，像是《凤凰台上忆吹箫》，他就有提到说：“新来瘦，肥甘病酒，不是悲秋。”意思说我最近变瘦了，不是因为没有酒喝，不是因为现在秋意正浓，而是我想念你呀。好，老公你到底在哪里？哇，所以有没有觉得想念想到这样子十分的入骨，也是非常的令人觉得啧啧称奇。另外在《醉花阴》之中也有提到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这一首《醉花阴》也是讲说自己想念先生，想到什么地步，想到都变成纸片人了。哇，这也是把自己因为爱消瘦的心情，充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词作之中。所以你知道宋代那些读书人看到李清照这些
不三不四的这些作品，都觉得怎么一个妇道人家讲的这么露骨，能不能收敛一点啊？偏偏李清照才不管这么多，老娘就是喜欢想这些，不然你想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李清照真的是敢爱敢恨，完全展现她的真性情。那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前面我们有看到她对她先生赵明诚的爱，敢爱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她敢恨，她到底哪里敢恨呢？那这边就要提到的是，她的敢恨展现在她一个疑云，就是改嫁疑案。那为什么称之为改嫁疑案呢？我们都知道说，李清照非常的爱她的先生赵明诚，那两个人情深意重，伉俪情深，而且兴趣还蛮相投的。可惜她的先生赵明诚在49岁病逝，那病逝之后就留下李清照一人。结果后来李清照却改嫁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改嫁这件事情在正史之中没有提到，但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之中，却不少地方都有提到，而且这些宋人笔记虽非事实，但是呢，光是记载这件事情就有7处之多，所以很多人都为他辩护说，哎呀，这一定是有人想要污蔑李清照，根本没有改嫁这回事，因为他实在太爱他先生。我们从词作里面就看得出来，他多爱他先生，是不可能去改嫁给别人的。可是我们就要讲啦，宋人都已经有提到了，怎么可能没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宋人的7项记载，说他改嫁是怎么回事好。那首先来看到胡载的《调息余影从话》里面，他有提到说，易安在世张汝舟，在世就是在嫁的意思。那他后面还有说到未及反目，就是没有多久就反目成仇。那结果听到这样的一个传闻的人，大家都在笑他们。另外，在王卓的《碧姬漫志》也有提到说，易安居士赵死后，这个赵就是赵明诚再嫁某氏。那这里的某氏就是他再嫁的第2任先生，叫做张汝舟。那也就是提到他晚节流荡无依，就是晚节不保啦。好，再来我们看到第3则，就是那个曹公武的《昭德先生俊斋读书志》。里面有提到说，李清照先嫁赵承之，就是赵明诚，然无简操，后来晚节流落江湖间已足。这里很含蓄，没有提到她改嫁，也没有提到说她嫁给张汝舟，但是有提到她晚节不保，那就是很显然就是说，李清照有改嫁的事实。另外第4个红瓜里面有历史，里面有提到说易安居士表上于朝，赵君无事，李又更嫁。更嫁就是改嫁的意思，那很显然就是提到易安居士有改嫁的事实。好，再来第5个就是赵彦卫。赵彦卫的《云路漫抄》里面也有提到说，李清照怎么不知道惭愧啊？你应该要好好的想想自己，扪心自问，这样子做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改嫁实在是晚节不保啦。那李兴传的《建言以来系年要录》也有提到说，以汝州妻李氏送其望征举速入宫也。那这里的李氏，格妃女，也就是李清照的爸爸叫李格非，那李格非的女儿，那当然就是李清照了。那所以后面还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李氏就是易安居士，也是有提到说，易安居士曾经为汝州妻，就是张汝舟的妻子。最后一则，我们来看到陈正孙的植栽书录解题，这边就讲得更清楚了，就是说明氏李格非文淑之女，嫁东吴赵明诚德府，晚岁剖尸节。那这里的晚岁剖尸节，就是提到她有改嫁的事实。各位，这7则宋人笔记小说说李清照改嫁的记载，不少人都还跟李清照同时哦，而且翻开宋人的笔记，或者说一些史料，没有人去为李清照辩污，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人怀疑李清照曾经改嫁过，怀疑李清照改嫁的都是明朝以后的学者。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就代表着说李清照改嫁是事实，所以你拿说正史没有记载说没有这件事，那其实未必尽然。宋人笔记小说有写啦，那正史为什么不写？可能认为这件事情无关大雅，或者是说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所以说李清照没有改嫁，我认为不是事实。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有发生过。但是令我们好奇的是，李清照既然这么爱她的先生，那为什么会特别又去在中年改嫁呢？好，那这就要讲到说，当时我们都知道说，北宋后来有发生所谓的靖康之祸嘛。那靖康之祸之后，李清照呢，一来先生过世，二来她在途中所累积的财物都丢光了，然后他去投靠他弟弟，然后好不容易生活安顿下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张汝舟。那张汝舟自称自己是赵明诚的同学，那两个人就是同学关系，然后于是就对那个李清照非常的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啊，那他3番2次跟李清照求婚，那李清照都没有答应哦，因为他其实就真的很爱他先生嘛。那没有想到有一次生了重病，你知道生了重病，身边又没有其他的人，病中无照顾，你说这种心情会不会特别的孤苦无依呢？就在这个病中的时候，那个张汝舟又来探望他，又对他求婚。那这个李清照心里想啊，好啦，疾病相扶持嘛，好歹我老了之后有个人可以来照料我，生病的时候不会一个人没有办法打理自己的身体。后来他就在病中答应改嫁喽。好，那改嫁给张汝舟之后，结果婚后张汝舟就现出了他的真面目来。为什么说这现出真面目？原来张汝舟根本不是爱上李清照，而是爱上他的钱呐。好，因为啊，李清照他的财物，因为李清照啊，他跟他的先生赵明诚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金石书画，搜罗了许多的古董字画。那这些古董字画其实都是价值连城，那他们舍不得卖，因为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是不会想要来去贩售牟利的。那于是呢，他们后来因为战乱的时候丢了一批，然后后来又被小偷偷走一批，所以后来李清照对自己留在身边的这些金石书画、古董字腕就特别的珍惜，称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你也想见得到嘛？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才会留到最后，看管的最紧嘛。结果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被张汝舟知道，可能是因为以前赵明诚跟他是同学，后来有把这件事情跟张汝舟讲，张汝舟心里就对这个李清照所拥有的这些古画字腕开始起了觊觎之心，所以他就想办法求婚。求婚之后就是要叫那个李清照把这一批东西交出来。那对李清照而言，这一批东西它的价值是否连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批东西都是她跟她先生赵明诚过往的甜蜜回忆。你说这么具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再怎么价值高昂、价值连城，他会舍得卖吗？当然舍不得卖啊！所以今天这个张汝舟去跟他讨，他当然更不想拿出来啦，因为你贪图我的财物也就算了，还贪图我的纪念定情之物，我怎么可能去答应嘛？结果你知道张汝舟拿不到，他居然怎么样，知道吗？毒打李清照，也就是对李清照家暴。那这一家暴，李清照更火大了，当场就说要离婚。那当然，大家会好奇说，李清照有没有办法离婚成功呢？我告诉各位，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宋代的法律规定说，那个要离婚哦，可以，必须由先生主动出一张休书，
妻子是不能主动要求离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张汝舟没有拿出休书，不肯写休书，李清照这婚是离不成的。好，那离不成怎么办呢？好，那不过呢，宋朝还有一个特殊规定，那基本上只有先生可以去写休书说要离婚啊，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下，是妻子可以合法跟先生离婚，还可以保有自己的财产。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形呢？就是先生犯罪，先生犯罪因罪流放到他地的话，妻子可以主动诉请离婚，然后保有自己的财产。意思就是说，李清照自己的那些古画之外是不用分给张汝舟的哈。但是呢，宋朝也那于是李清照就看看啊，这个张汝舟有没有犯罪的事实，还居然给他查到了耶。好，什么样的犯罪事实？原来张汝舟他曾经伪造文书。好，怎么伪造文书？因为宋代宋代的科举考试规定说，只要你考过几次以上，你就可以自动分发。那意思就有点类似像奖励性质啦，因为我们知道宋代重文轻武嘛，那就是鼓励大家参加科举考试。那不过我们知道，虽然那个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要这些读书人花这么多的时间，都一直在准备考试，那万一后来完全落空，那不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吗？所以宋代才会有这种一个补偿的性质的一个奖励就对了哈。好，那也就是参加过几次之后就可以。那不过呢，这个张汝舟居然虚报自己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我们知道现在有电脑连线，随便一查就可以了。可是当时没有电脑连线，我如果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分别不同地方去参加科举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真的就去参加过呢？每年这么多人参加考试，你怎么查得到资料？又没有电脑连线，所以张汝舟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漏洞，法律漏洞。然后他说：“我有参加过几次以上了，可以自动分发了。”那其实他根本没有，他虚报次数，他根本没有参加那么多次。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事情，事后如果被查出来的话，那一定要撤职查办的。可是张汝舟当时呢，他就行侥幸之心，没想到这件事情居然被李清照知道了，所以李清照就想要检举张汝舟，然后要这个张汝舟就变成因为有犯罪事实，那后来就被流放，他就可以合法离婚。可是宋朝又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很奇葩的规定，这边就是有刑统有特别提到说，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徒刑2年。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妻子如果检举先生，虽然先生犯罪是事实，但是妻子还是要因此判有期徒刑2年。各位，李清照这下就面对了2种选择。那一种呢，就是乖乖检举张汝舟，但是自己要服刑2年；那一种呢，就是隐忍下来，继续接受张汝舟的家暴。那各位，如果是你选哪一种？心高气傲的李清照选择跟张汝舟同归于尽，老娘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拿到，所以他后来真的就去检举张汝舟了哈。所以在李新传的谏言以来系年要录里面就有提到中间这一排啊，有提到说，以汝舟妻李氏送其妄真举诉入关也。这句话说的就是李清照去检举，提出诉讼，检举他的先生虚报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那当然后面就有提到他的下场啦。张汝舟果然因此被除名，还把他流放到柳州，也就是广西那个地方。所以李清照是顺利跟张汝舟离婚了，但是接下来他也要面对2年的有期徒刑。
那各位你一定会觉得哇，这样子好哦。李清照真的去服刑了。不过还好的是，他的弟弟在朝中当官，而且他的表妹夫还赫赫有名。那这个人就是秦桧。所以各位，这个秦桧夫，那后来这件事情呢，有闹到宋高宗那边去，因为宋代有哪个女孩子敢检举先生，拼着自己要服2年徒刑也要离婚的？没有啊！结果这件事情闹到宋高宗，宋高宗还亲自下旨，你给我彻查。所以后来大家也不敢乱官官相护，真的就把这个张汝舟定罪，然后让李清照可以离婚。那李清照后来得到秦桧夫妇的协助，后来就顺利很没有服满2年，服了9天而已。想想嘛，那个秦桧自己的亲戚在秦桧自己身居高官宰相之位，如果他不能保他的亲戚减轻其刑的话，那这个高官有什么好当的啊？所以各位同学，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很有关系。因此呢，后来李清照服完9天就出来了。那于是我们再回到李清照，她到底是否改嫁？我个人认为，就算以我们现在的心情来看，你其实也可以体会说，她的改嫁一定是事实。为什么？想想她已经40-50岁，已经50岁的年纪，而且身边没有人照料她，然后她孤苦无依，又不会从事商业工作，又不会手工艺，她只会作诗作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叫她怎么活得下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李清照做了一个最坏的选择，改嫁，那其实也是不得已。你就想想，你现在是这样的处境，然后社会保守100倍，然后女生找工作的难度难上100倍，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不选择改嫁，我也不相信。所以，我们虽然是觉得说李清照改嫁有点对不起她的先生，但是她的处境堪怜，她会做这样的选择也是不得已的。不知道这样子来去解释她的改嫁辩污或改嫁疑云，是不是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有身临其境的一个同心感受？好，那讲完了李清照之后，我们要顺便讲到说，宋代知名的才女不止李清照，还有一个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一个才女，那就是苏小妹。那传说苏小妹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妹妹，那长得是蕙质然心，而且人极其清秀，极其聪慧。那也因为很聪明嘛，于是常常跟他哥哥斗嘴。那苏东坡呢也不甘示弱，常常会反唇相讥，像是譬如说。据说这个苏小妹呢，虽然长得很清秀，但是有2个小小的缺陷，一个就是她额头稍高了点，那一个就是她眼窝稍微深了点。于是呢，苏东坡有一天看了妹妹的长相，就开始作诗来讽刺她咯，说她。未出堂前3、5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难倒，留得汪汪2道泉。前2句话就是说他额头很凸啦，后2句话就是说他眼窝很深，深到有2道泉啊。结果你知道那个苏小妹看了之后也不甘示弱哦，也作诗来反唇相讥啊，说这个苏东坡啊，一从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尽然。口角而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苏东坡不修边幅啊，那个毛发乱长啊，那找不到嘴巴在哪里？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苏小妹在这样的一个应对，真的是充满极致，有没有？不过尽管她跟苏小妹跟佛印还有。哥哥苏东坡都有斗嘴，但是他最脍炙人口的那个故事还是跟他的先生有关，就是苏小妹3男新郎那这个新郎他就是指秦观，那秦观也是宋代知名的才子。那秦观有一次呢，就是听到这个苏小妹的文采不错。
特地化成一个道人，就是乔装打扮成道人，然后去苏小妹常常去参拜的寺院，去跟她有所互动。考察了一下，觉得这个苏小妹才貌双全，所以后来就登门去求亲。那苏小妹的爸爸苏洵一看，这个秦观也不错啦，算是知名才子，就答应这门亲事。那不过两个人拜完天地要洞房的时候，苏小妹却把秦观挡在门外说你如果要进这个门来洞房，可以，你要经过我3关，所以他就这里的3男新郎就是出3道谜团来考这个秦观那秦观就说没关系啊，来呀，我自认学识渊博，才华洋溢，不怕你考。结果这个苏小妹就出了第1题了。那出的是什么第1题呢？好，我们来看看它的第1题呢，它是这么样的一个诗谜，说是铜铁投烘也。那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意，天地我中央。那这是在考字谜，要考4个字。好，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得出来铜铁投烘也，那说的就是化嘛，因为铜铁投入到红炉之中，一定就化掉了。蝼蚁上粉墙，就是沿着这个墙壁上去。阴阳无二意，那就是阴阳无二，就是道嘛，道生一嘛，一生万物嘛。那天地我中央，那就是天地人。那这个我中央当然就是指人啊，所以这4个字下来就是化缘道人4个字。秦观一听就笑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婚前去乔装成打扮成道人去见苏小妹的情形，被苏小妹知道了。苏小妹应该是听到声音，好熟悉，就是那个道人，所以因此去推测出来说，这个先生秦观居然在婚前就来考察我来着，所以故意出这么一道谜团。那秦观当然不甘示弱，马上回答出来。第一个字谜化缘道人就过关啦。好，过关了之后，再来苏小妹出了第2题。那第2题呢，则是要考4个历史人物，那这也难不倒秦观。我们看这4个历史人物好，那第1题这4个人物就4句诗强爷圣祖有诗为，强爷圣祖那就是子孙嘛，有诗为就是权嘛，所以这就是第1句话就是子孙权。第2个，凿壁偷光夜读书，那凿壁偷光就是有个孔嘛，那夜读书就是有够明亮嘛，所以这就是诸葛亮孔明咯。好，第3个，思侣缝线藏异母，藏异母那就是儿子会想念妈妈，是看到丝线，所以就是子思。第4个，老翁终日倚门闾，那老翁就是太公，倚门闾就是看嘛，那说的就是姜子牙太公望。那这一题也考不倒秦观，秦观随即把这4个人叫了出来，好，也过关，好，第2关也就过了。接下来苏小妹继续出第3题，结果这第3题让这个秦观差一点滑铁卢，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第3道谜团。第3道谜团，他要秦观来出对子那前3句是苏小妹的上联，后3句是秦观的下联。我们先看上联，这个上联呢还蛮有意思的。他说：双手推开窗前月，月明星稀，今夜断然不语。那这其实是一个双关语。看起来好像是在描述眼前的风景，可是其实它有所谓的双关。今夜断然不语，就是说你秦观今天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不跟你说话，你当然也就不要想进来洞房了。那这个秦观哇，一看这个谜不简单呐，又要情又要景，情景要交融，怎么办呐？没想到一旁有苏东坡，苏东坡一看，哎呀，自己的妹夫怎么这么糟糕啊？好，我来帮他一把。所以苏东坡就拿出一颗石头，丢到这个花园的水缸中间。结果这一丢，居然就让他有灵光一闪。结果这个秦观马上回答出来，就是后面这3句：
一时急迫水中天，天高气爽，明朝一定成双。那这个明朝一定成双，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对得出来，我们一定可以好事成双。所以苏小妹后来就一看，不错，好吧，就让你进来洞房。所以这样的一个苏小妹的事迹，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可是大家一定会好奇，苏小妹是否真有其人呢？我告诉各位，没有，因为苏洵总共有6个子女，3子3女。那长子跟2个女儿早死，3女就是苏八娘，然后下面是苏轼跟苏辙。那问题是这个苏八娘有没有可能是苏小妹？不可能，因为这个苏八娘在14岁的时候就嫁给她的就出嫁了，后来被夫家虐待而死。可是她出嫁的时候是16岁，当时苏轼是14岁，14岁的年纪还在读书，不可能认识秦观，也不可能认识佛印，更不可能有后来跟苏小妹斗嘴的事迹。所以苏小妹这个人是完全纯属虚构，甚至也不可能是苏八娘。那不过这个苏小妹实在是她的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后来还被冯梦龙写进他的《醒世恒言》之中，也因此脍炙人口，广为人知。所以尽管虚构，但并不影响她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不知道这么一讲，是否也颠覆了大家对这些宋代才女的认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